Xbox 云游戏应用从宣布到现在也是快1年多了，终于在今天上架了 Meta 快手商店。现在 Quest 2、Quest 3和 Quest Pro 的玩家都可以免费下载这个 Xbox Cloud Gaming， 大家在商店里搜索一下就行啊。相当于 Quest 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利用虚拟大屏游玩 Xbox 的游戏，并且能在透视现实环境和以 Xbox 为主题构建的虚拟空间中进行切换。不过你必须要是已经购买了 XGPU 会员服务的账号，以及对于我们大陆的朋友需要搞定地域受限的问题。目前确认支持蓝牙配对 PS4、Switch Pro 和 Xbox 游戏手柄，未来还将支持 PS5 的手柄。然后我自己试了一下，手里的国产北通的有线手柄也是可以的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款实际的云游戏应用运行状况如何吧。VR 是虚拟的，但体验是真实的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 VR 玩乐，我是老朋友翟老师。那现在我就在应用库里打开刚刚下载好的这个 Xbox 云串流软件。那每个人第一次打开的话，都会弹出这样一个开始的引导教程啊，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说明。它现在还是个 beta 测试版本，相信后续还会慢慢的完善。我们点击开始。这里呢是告诉我们可以选择不同的显示尺寸，可以切换 VR， 还有这个透视环境，以及连接我们的游戏手柄。我自己这里呢是有一个咱们国产的北通的有线手柄啊，我们先点击下一步，它提示我们要配对这个手柄。那我们按照正常的步骤，我自己先把这个有线的手柄连接到了这个 Quest 3的这个 Type C 的接口，然后我再点击这个配对。实际上我发现它这个配对指的是蓝牙配对啊，如果你是有线手柄的话，就是不需要在这里看的，你直接点击这个返回。然后我们选择第二个选项，继续且不使用控制器啊，我等于就是先跳过这个步骤，然后点击下一步，再选择下一步，这样就完成了基本的引导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提示我不在你的地区提供这个云串流游戏的一个服务。在这里呢，我首先去登录了我的这个 Xbox 会员账号，这边登录之后，其实它还是显示一样的结果，所以说我自己先是去试着在 Quest 3的设置里面改变我的语言和地区，我选择了美国。但还是不行的，所以说没办法，我最后只能选择就是把我的这个国际互联网变成这个全局模式，并且选择到了美国的节点。那接下来就是我选择好美国节点并选择全局模式之后，重新第二次进入这个 Xbox。那我现在重新点击这个 Xbox Cloud Gaming， 看一下它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。它一开始就会告诉你是否使用当前控制器，也就是说我现在不是连着有线的手柄吗？刚刚配对的时候它没有提示，但是只要你已经启动了你的有线手柄，它自动在重新进入之后，它就会识别到，所以说就不需要你去配对。同时，因为我开启了这个全局模式之后，也正式的进入了这个游戏云串流的服务。我现在先站起来环视一下这个 VR 模式下的这个 Xbox 的主题空间，包括整个色彩的这个使用，其实也都是完全符合这个 Xbox 它这个 logo 的一个配色。接下来是如何对咱们面前的这个屏幕尺寸做一个调整啊？你可以使用手势追踪，像我这样，在底部的这个菜单栏选择这个不同大小的一个窗口的切换。第二种方式其实更方便，直接用我们左手捏一下，你就可以看到不同这个屏幕尺寸的一个显示切换。然后我们的手柄呢，现在也可以直接使用方向键，在这个窗口里面进行一个选择。手柄适配起来非常的完美啊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如何去切换它的这个透视模式。你只需要像我们平时那样敲两下我们的 Quest 3的侧边，但是它这个侧边是第一次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它不会跳出这个主菜单。什么意思啊？就之前我们用其他的软件，它切换了透视模式之后，如果我们是敲两边来切换的话，它必须会跳到这个主菜单，而且会掩盖到它这个正在显示的内容。我们以这个 Skybox 播放器为例，我现在不是在看这个 GTA 的这个最新的预告片吗？然后我可以手动在它的这个底下选择切换成这个透视模式。那现在我们就是把虚拟背景换成了这个现实的房间嘛。但是假如我切换的方式是像前面这个 Xbox 那样，是选择敲两下我的 Quest 3的话，你会看见它会跳出这个主菜单，对吧？这是其他的游戏或者其他的应用全都是这个模式的，只有 Xbox 它最新的这个版本是可以直接切换之后不会跳出主菜单，等于它就是无缝切换的，这是比较大的一个进步。也是希望后续 Quest 3上面的其他游戏也能跟进 Xbox 这样的一个切换的一个效率。
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游戏来试玩了。反正这里就没什么好展示了，因为我现在开的全局模式，它的延迟是非常大的。它的整个加载过程中，如果你的网速比较好的话，延迟比较低的话，那它一切都很顺畅。就现在这种状况呢，就是我自己按下 A 键之后，我能感觉到，就是它完全从体感上能够感觉到它的那个延迟的。刚好这个我现在打开的不是《完美音浪》这个游戏吗？《完美音浪》它在一开始呢是有一个教程，这个教程就是告诉你要跟着这个音符节拍的节奏去按我们的 X 键、Y 键来进行打击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在这一段的这个打击演示过程中，它的延迟到底有多大。画面卡的并不是我录制出来卡，是它的这个串流速度有点卡。然后轮到我按 X 键了，我按了一下之后就直接 miss 了，就是完全跟不上这个正常的一个游戏节奏。所以说，大家想要玩的话，最好是走这个加速器，但是我自己没有这个加速器，就无法给大家做实际的体验。如果大家自己有这个悠悠加速器之类的一个条件，大家可以尝试去选择安装一下。无论是走路由器也好，或者说是加速盒子，或者是把加速器安装进科特3，大家都可以试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够成型。如果你们能够实验成功，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实验过程分享出来，一起来造福其他的玩家朋友。OK， 那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是不等待 VR 成熟，是陪着 VR 成熟的另外交友圈。如果你也是对 VR 相关感兴趣，欢迎加入我们玩家交流社群。具体的入群方式我会写在评论区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投币、转发3连。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